长月烬明目前已经更新到16集，苏苏澹台烬进入般若浮生篇章，就意味着离道不远了。虽然说两人已经成亲了，其实还未有肌肤之亲。在桑九和明夜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桑九是主动送上香吻，才圆梦了桑九的洞房花烛之夜。两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，但是彼此相爱也是事实。那么他们最终走到一起了吗？澹台烬与黎苏苏之间有着解不开的宿命感。黎苏苏成为叶惜雾是为消除澹台烬的邪蛊，可是在梦境里明夜却爱上了桑九，但是桑九的族人却被天欢屠尽，桑九入了魔。梦境这段也是有甜有虐，经历了梦境的纠缠，想来澹台烬的心中对于叶惜雾不可能是无动于衷。而带着黎苏苏记忆的叶惜雾也爱上了澹台烬，虽然黎苏苏以神髓换了澹台烬邪蛊，可是两人缘分依旧未结束。其实小说来说是有两个结局，一个是 BE， 一个是 HE。 HE 结局今天就着重说一下欢天喜地的大结局，全家大团圆。澹台烬假借开启统杯道进入魔域，坠魔道收集神珠以万物之灵，而最终身陨。奇迹的是澹台烬的魂魄并没有完全消散，他带着记忆转世来到人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，成为白子谦。他竟一度以为他活着都会让他失望，他从没想过自己有一日能回来。他以为他成神，自己魂飞魄散，是对他最好的结局。直到澹台烬以苍九迷的身份寻了黎苏苏数载后，两人终于可以没有隔阂地走在一起。甜蜜的二人相守一段甜蜜的日子，而且黎苏苏孕育一女，取名澹台子密。无论如何，两人算有了爱的结晶，这个女儿想来也是有着不一样的根骨的人物吧。澹台子密是小说存在的人物，希望剧版里也能将这个女儿演绎出来吧。澹台烬本来打算这一生在人间平凡的活着，不去寻她，不打听她的任何消息，直到那一日他看见阿密，再也迈不动步子。澹台子密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苏苏在澹台烬离去之后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，却毫无结果，直到女儿的离家出走。澹台子密就是个10多岁的小姑娘，她紫色丝带束着2个花苞，一双白净如玉的脚丫沾满了泥，脚上铃铛清脆的响。这是她第一次离开魔界，第一次来到人间找父亲，想着要是寻到了人，娘亲就不会离开家了。最后不负众望，俩母女自导自演一场走水戏，成功住进白子谦的家里，拿下澹台烬。澹台烬也给了苏苏一场简单庄重的婚礼，最后也跟随俩母女一起回到了魔界。彼时的他已经是牺牲自我，成就大家人人敬仰的大英雄。毕竟黎苏苏和澹台烬像是经历的3生3世的劫才走到一起，希望能将一家3口幸福的画面多演绎出来一些。2. 怀孕，这个来说有点小争议。小说中曾有这段话：房间内安静下来，苏苏背过身去，她知道今夜是什么日子，手指抚上小腹，久久沉默着。她不会为魔神孕育子嗣，她的孩子只会是罪恶的血脉。苏苏无比庆幸能毫无牵挂离开，所以我认为在苏苏准备跳楼以神髓换邪蛊之前，她应该是怀孕了，否则作者这赘余的描述有何意义？摸小腹又有何意义？在周国与夏国打仗，叶家败仗被发配，澹台烬以祖母为借口强行挽留苏苏的这段时间里，两人没有少发生过关系。特别是结春蚕发作的日子里，每月15日都需要澹台烬的慰藉，而这月的15日还未到，澹台烬提前到来，还被女主激将法骂了一顿。苏苏突然开口说：“今日不是15。”澹台烬顿了一瞬，冷声反问：“所以呢？你以为你有选择的权利？”苏苏说：“我只是想说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。如果这样你都有兴致的话。”3. 澹台烬知道吗？毋庸置疑，澹台烬肯定是不知道的。就像他不知道苏苏为自己用青石花改命换了眼睛一样。如果那时候他知道苏苏有自己孩子的话，那么长生花就不会给叶冰偿了，打死他也会医治好苏苏的。他知道自己有个女儿，就是在最后的 HE 结局。从他第一眼见到澹台子密3分像苏苏的眉眼，便可以让他倾尽此生所有的善，带阿密回家。